杨子是一家服装店的老板。你好，星期六即将开启暑期0.33季项目。今晚周六20时11时分，湖南卫视。你好，周六将开启暑期换季工程，以好六街位理念，以完全现代的氛围再现不时尚的现代路景。展览将展现何炅、唐建基、李雪琴、王鹤棣、秦晓贤、冯曦的整体立体感，并借助徐松唤起对青春的怀念的惊艳造型。此外，子玩官杨子也正式亮相。作为夏日复古计划的第一集，展示利用海量头贴店铺、售货亭、吊机等不时尚的路景，唤起对青春的追忆。根据90后和00后的信息，这项运动定制了时代温暖歌曲、青春文案大赛、好六街线下赛道俱乐部、徐松爱好者的温暖的歌词。互动课堂包括用徐松粉丝温暖合唱。与此同时，以子趣味官身份参演的杨子也将正式亮相。现场，杨子身着深红色破洞紧身连衣裤加双马尾现身，真六组织贡献者集体为全新地标深红之恋亮相。杨子被赋予了3个身份：子情趣官、子恋服饰店主、好六街最可爱的房东。此外，许嵩和李雪琴还可以解锁苏齐安的合作关卡。熟悉的前奏响起，二人立马梦想着年轻时用 MP3 听歌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一次变成了现在不再只是几个人集体创作一首歌，而是一群远道而来的爱侣和小伙伴齐声合唱，一幕震撼人心的暖心场景，让参观者泪流满面。正如李雪琴所说，偶尔关注许嵩的歌曲，让我想起自己的小伙伴，想起从小到大的时光，除了歌曲本身，更是一种属于当下的情怀。02这些剧的精彩程度参差不齐，但今年播出的《君子初时》《镜中双城》等都没有让观众满意。不过，待定剧中还有肖战和任敏主演的《玉骨遥》。基层演员的面貌不再赘述，而该剧的独特故事还包含师徒情和四方情，可以说是精彩纷呈。预告片中肖战哭泣的一幕，总是不被允许被爱，恐怕会再次击碎许多恋人的心。当我第一次注意到这部电影时，我变得能够看到它。上面提到的几部剧，没想到各有千秋，但先到这里的沉香如粉、杨紫和程毅作为巅峰流量扛把子，第3天开播市场占比第1，暖暖的是相同长度的戏剧之前的一段距离。公司人气2极分化，不少参观者表示要弃展，定位剧情越来越离谱无聊。那么展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姐妹俩一旁撕逼，男主眼瞎，剧情顽强俗气。历史上睡莲仙子的遗物宴谈，以杨紫为辅，与在仙界内不得求爱的帝王姻缘以程颐为辅的故事境界，而谁在假象的帮助下分开，又在凡间以全新的身份重逢。该剧可以说是神仙剧标准成分的延续，剧情可以被靠背不同剧种演绎，男女主感情却无法避免感情灾难，只引天道防备，神明再耀眼的爱情都无法流通。为什么每个女人都会爱上正经的男姻缘？他们中的反之亦然。基层人物的感情线很甜，集体消费、追星、浪漫的现代人。不过剧情似乎经历了现在不再执着，现在不再精彩，让知邪妹子也有一个很对银元的好感，每一个可爱的坏姐妹俩撕破脸的戏份，绝对是给观众的挫败感。燕丹为了让芷溪免受磨难，不辞劳苦，得到了天帝的赏赐和认可。芷溪觉得女主角在日光灯的挑衅下变成了故意不出风头，她的善良变成了被当作驴肝肺。燕丹还上前讨好，看到这里我都不知道这2个姐妹中哪个是傻白甜了。不最有效的是，这部剧可以说是一套全品种的仙侠古装梗，即使男主角有光环，也要回到斗争的伤害这一块。其实我不得不提的是，这种独特的冲击力和服饰转化为道教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子慧。之后，应援在仙魔的斗争中变成了瞎子，中毒了。燕丹隐藏了自己的身份，假装是位仙女来照顾她。根据预告，燕丹将伤害自己的仙根减去1/2的冠心病，留住人，2人将蹦到天刑台找虐的。演员造型被质疑，男2号出场能力太捉急。众所周知，仙侠剧对演员的出场有比不同题材更好的必要性。
毕竟整体造型可能与仙侠的画面不一致，这是远远不可避免的。很多剧在后期制作中会上传绚丽的画面和滤镜，以保证总体质感。而这部剧格外逼真，没有任何明显的清除痕迹，演员脸上的问题也是真实可见的，这让很多观众觉得人物缺乏仙气，甚至外形有些丑陋。29岁的杨紫在剧中饰演女1号燕丹。从她的糖果妹妹的俏皮气质的角度来看，赌博这个位置并不总是朝向和谐。然而在高清数码相机到位后，你可以诚实的看到她的鼻唇沟，这可以勉强大脸几乎没有凹陷。幸运的是，杨紫的出场能力得到了认可，抬眼、皱眉，特别是在和应采儿赌气的时候，她的小表情很巧妙，很可爱。有了出场能力的加持，表情上的问题就不重要了。应援通过程怡的表演，因为是天子，确实是一种散布的荷尔蒙。但是程怡瘦弱的身躯还是缺乏一些灵气，与皇帝的地位不总是差一点，再加上眼睛下面的行李和眼睛下面的黑眼圈，她看起来莫名其妙的憔悴和病态。这也是由于应援性情冷淡，面部表情不多。一旦他的感情暴露，程怡对这个人的管理就一目了然。当他看到燕丹采取出现恢复自己的可能性时，他威胁和无助的眼神研究他。人们不能协助然而笑。两位主要演员的整体表现是引人注目的。相比之下，辅助角色则拉开了他们的臀部。男2号张睿在午夜时期的某个阶段变成了一个长相不错的年轻小伙子，长着一张球形的脸。在全新的电视剧中，他减轻了体重，留起了不伦不类的厚刘海，脸部的费用大幅减少，现在不再说2个闪亮的角，可以说是相当热。画面不一定够，所以需要用我的出场能力来祝福。然而张睿的雨墨不管是害怕、惊讶还是愤怒，都是瞪眼、起嘴、念台词的刻板的整体表现。这个姿势在正宗的书里吸引了很多狂热者。伤心之余，刺眼的是张睿并没有扮演这个人的灵魂。协助演员许开玉的女人表演的是反派人物莹动仙子，她爱着应援，有一颗凶狠的心。她在剧中有很多角色，但每次出现时，她的表情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而且她的嘴也没有完全张开过。其次，整体表演太过装腔作势，让人看得很不过瘾。总而言之，作为一部仙侠剧，香蜜沉沉烬如霜，并没有在剧情上给目标市场带来生动的感受。女性竞争，姐妹们为了一个男人而斗争，盲目性带来的误解，这种类型的桥段是血腥和陈腐的。事实上，像这种类型的电视剧，尽管情节并不总是在线的，如果临场可能是吸引眼球的，目标市场可以看。然而清出的节目跑了，和协助演员有出现的能力，连杨紫和程毅都留不住他们。期待后续剧情的发展。那么你怀疑这部剧是好剧吗？